今天给大家带来重庆最顶、最正宗、最新鲜的社区老火，真正江湖菜、川菜，吃回锅肉、麻婆豆腐吗？今天就来看看真正江湖菜现杀鸡做成的重庆肥肠鸡、育儿鸡味道如何？重庆小面、金岛花园四神兽加网红小面、小饺面。重庆凌晨3点生意爆满，排队半小时才能吃到的南五味味道如何？今天来吃台湾丹牛老哥推荐的重庆盒饭，看看味道如何。国内吃烧烤一定要避坑半成品工厂穿的坑，那大家就来看看这个少调料无腌制的川渝烧烤吧。真正川渝人吃什么？我一个人吃了4菜1汤没浪费，炫了5碗米饭快撑。先来到金岛花园地区，老赵午休假了，那先去板凳面。我是小味儿，是个老味儿，反正是小味老。哎，我都拿它。几两？2两，加大10块。我说涨都可以1块钱啊，哪有要多点不行啊，不要换些。花儿嘛哈，花加2两。哎呀，这日本去了，要得了。好。今天饭就是今天烧烤。今天早上要比昨天人要多。到了还打了3个3两。加上哈。不，我不加。不加。你坐哪里？板凳面算是最早的老网红了，看着面多料少。味道还可以，没有辣味，带点麻味，比较正宗的胡辣壳小面。缺点也明显，今天发挥失误了，胡辣壳有点糊了，有点发苦。蔬菜用的手撕包菜比较有特色，其他家基本都是藤菜。有人说用包菜是降低成本，天天是藤菜腻了，换换口味也好。我选择的是重麻辣，麻的后劲还是有一点点，比我预期的好一点。本来我想吃一口就走的，直接去下一家，没想到这个面条的综合实力比较平均，很能代表一碗水平很正宗及格的胡辣壳小面，只是水平不是特别高。汤不多，味道不够丰富，面条还是劲道的。比温馨园水平高点，在四神兽排第3，温馨园吃到后面都是糊的。如果拉到外地来说，外地确实没得比，外地都没有胡辣壳，只有豌杂面。我基本不太吃豌杂面，不清爽，吃到后面会很腻很撑。在重庆我只吃胡辣壳，外地吃不到，建议你们试试。定义胡辣壳如果是正宗的重庆小面的话，那外地就吃不到重庆小面，没毛病。这家店其实还可以，我拍到一半都走了，留了碗面在桌上。嘴巴里回味的麻味是很香，虽然他吃的一般，我还是回头来又吃了几口。评分等级3，1颗星，普通的食材，正宗的技术。平原和温馨园居然夏天休息1个月，那留到下次给你们拍。四神兽少3个，这2家店因为肖战同款，平时生意火爆到夸张。新晋极必吃榜网红店，价格算特别实惠的，比刚才还便宜1块。这段音乐可能有版权静音了。啊，再煮一碗还是碗菜？一个碗菜加个蛋，给11耳朵，小面有可能是4耳朵的。
我的一定要重麻辣啊。我们辣椒不辣是香，但辣椒可以放多。对，反正搞辣点尽量。下面加汤，下面啊，这个加汤。咱们牛肉要吃啥？说真的，看着牛肉质量不咋地，这个价位也不说啥了。它这个重庆小面好像不是胡辣科，是传统最老那种，因为颜色不黑是红的。我不喜欢拌的它们那么混合，我不喜欢吃干辣椒。藤菜看着挺嫩的，但是吃着不是很嫩，一般水平。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不喜欢吃菜。面条味道比较淡，麻辣味完全没吃出来，感觉在吃外地的重庆小面。我还告诉他我要重麻辣了，怪不得这个店的外地口音多，本地人占比不是很多，估计就附近了。牛肉口感还可以吧，没腥味也不老。面条有点没劲道，不是很喜欢这种面条。看来必吃榜又踩雷，感觉跟北京、上海头部的重庆小面味道比较像，分量给的也比较大，比我吃过那几个正宗重庆小面要大1倍，价格还更便宜。可能上必吃榜的原因是便宜实惠。味道来说，就是你家楼下随便找一个，可能都比这个好吃，完全没有专门跑来吃的必要。评分等级2，普通的食材，普通的技术。今天没吃到舒服的，还是去老赵五吧。他女儿做就他女儿做了，下次再拍他做的。他去度假了，今天看看他女儿下面如何吧。在中国这种小店，如果你真的有技术含量，确实能赚很多。那给鸟啊，招啊，这个的吗？好的，拿来招。那好了，是吗？赵五的面是加了猪骨汤的，颜色比较黑，正宗。老赵五徒弟比较多，店多，但是味道细节差距大。包括他儿子的店也在附近，很难吃小赵五，吃到后面都是糊的。认准我吃的这家店有老赵五才是正宗的。它这个藤菜比较大，脆弹，不错，新鲜不老。面条偏劲道，猪骨汤挂在面上很鲜美。赵五的辣椒是这几家所有最辣最麻的，但今天他女儿下的不麻，辣味隐隐约约压着，没发挥出来，还是比前面2家辣。他女儿做的比他儿子好，至少不糊，今天也不苦，运气比较好。
胡辣壳小面有点吃运气，我以前吃老赵五第一碗不苦，逛一圈第二碗是苦的。刚才吃的第一碗板凳面就是苦的，老赵五女儿下的就是不苦的。平原比较稳定，吃几次都不苦，就是现在不够辣。为什么说老赵五是重庆小面仙人？生意做得那么火爆，名气那么大，徒弟那么多，还坚持自己下面。什么奔驰面，很多有名的面都是他徒弟级别的。来重庆一定要吃老赵五，他在还可以看他表演。综合来说，老赵五这碗胡辣壳小面就是重庆小面的顶峰，味道重麻辣香，猪骨汤鲜，面条硬劲道，店里收拾得很干净，习惯很好。从资历和影响力，做生意的火爆程度，当之无愧的重庆第一。价格亲民实惠，不忘初心，虽然偶尔失误能接受，毕竟年纪大了，几块钱的东西。我是从综合看，你反驳我，如果只靠感觉，就别说话。评分等级5， 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，正宗新鲜的。豆浆一般，可以不点。价格我放在视频最后了。我点的干锅鸡，我吃不来水煮的这种麻辣鸡，我只吃得来油炒的。它还有另一种做法的选择，是像火锅煮的。鸡肉太嫩了，没腥味，跟冰冻鸡味道区别挺大的。肥肠中间还有肥油，我不太喜欢这样的，但是居然没臭味，挺香的。墨鱼我吃不惯，太嫩了，喜欢的人可能会很喜欢。玉儿确实好吃，粉香嫩，拉满了。鹌鹑蛋不错的，入味，就正常的味道，适合在这个锅里。菌花绝了，没腥味，口感好，鸡胗就适合做菌花，鸡胗应该都是冻货，不影响好吃。土豆非常粉，入味，如果喜欢吃土豆的肯定爱，外皮还有点焦。这个鸡肉是新鲜的，但是有个最大的败笔，老板抓了一把嫩肉粉。我不太喜欢吃嫩肉粉，太嫩口感有点假。下次如果我跟朋友来，我就叫他别加。我比较喜欢吃贵阳辣子鸡那种做法。如果喜欢吃重庆鸡公煲的，那应该就适合这个味道。它这个肥肠也挺奇怪的，特别嫩，有肥油，但是也不臭。米饭也是好吃的，不干不软烂，煮的还可以。这个鸡是挺香的，可惜就是抓了粉，下次一定要试试不抓粉的。这家店评分挺难评的，如果从食材正宗性来说，可以打2颗星。抓的粉味道又不适合我，
那我就不从口味出发，还是食材和烹饪技术吧。重庆的菌花是一绝，来重庆的一定要尝试下，好店都没腥味。火锅烧烤我都喜欢菌花，刀工切得好，不知道外地为什么没有。这家店分量特别大，3到4个人吃一锅鸡，我就觉得比较合适。重庆这些小餐馆环境不怎么样，我吃的食材还是及格的，没怪味。如果不太接受环境比较旧和乱的，不建议来。这家脏倒是不脏，油用的也及格，没有鱼腥味或者怪味。有的川菜馆油特别脏。一只活鸡现杀，挺大的，只要130块，我感觉不贵。人多，多点一些菜煮进去，应该会挺好吃的。这个锅里面的所有东西，就个人口味来说，我觉得除了鸡都挺好吃，可以算川菜火锅里比较好吃那一档了。我在上海是不吃川菜的，都太难吃了，全是半成品。它这个鸡胸肉挺好吃的，可能上了嫩肉粉，很嫩，完全不柴。川菜你们觉得很简单，哪里都能吃，其实出了四川，按我的标准基本都吃不到。川菜竞争比较激烈，在四川以外的地方玩不过预制菜和半成品，用不了老家的材料，所以都不太好吃。这家店我下次来重庆想不到吃的，可能会再来一次，除了嫩肉粉都挺符合我标准的。还有就是炒的时间太短了，我下次会叫他帮我多炒10多分钟。虽然鸡都熟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多炒一会儿的。分量太大了，2个人都不太建议来吃，不可能吃完的。阿姨很关心我，叫我少点一点，不可能吃完，根本没有大众点评那样说的态度差。都主动为我打包，也没像大众点评说的要加20元。评分等级次2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正宗的技术。这个店去年生意都没那么火爆，一个店拉动了出租车卖饮料小摊贩的生意。价格就是现在重庆小面正常的价格，7块涨到8块，主打香辣胡辣。生意有点夸张，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来。北照5南5味，这个是重庆吃面人都知道的说法。这面条下得太狠了，一筐一筐的往里面倒。蔬菜也是用的传统的藤菜，比较大。这个店很有生意头脑，大部分重庆小面店非连锁店只有早上营业。在重庆晚上想吃个有名气的老店，还真没多少选择。它的营业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早上6点，别跑空了。现在凌晨3点多，牛肉肥肠已经卖完了。他现在做的比以前马虎很多，以前煎蛋还会给你热一下，现在直接都不热了。汤底是减分的，直接上白开水，这个也是川渝地区的平均水平。只有赵武的小面是上自己熬的口头汤。还有最近嘛，最近有个还有一个来的少。
来吃面没必要围着站着，它都会叫号的，可以坐着。像他这样搞，排队基本都半小时起步。490号。好像是喊的15。我靠，前面还有100多个人。我这个是烧汤嘛，我这个烧进来了。像它这样下面有个缺点，软硬基本参差不齐，面条都是同时丢进去的，但是先拿出来的比后拿出来的时间要差很多。人太多了，他会叫号，其实没必要站着。我拍视频可以坐在位子上等他叫号。生意实在太夸张，是不是还有专属的垃圾车？我的选择是胡辣壳小面8块，重庆以外吃不到胡辣壳，所以肯定要选择这个。点了一个绿豆汤，味道一般，比较小份，水少豆子多。哎，不给打麻将，我搞得很。味道真的一般，因为是白开水勾兑的，味道很淡，面条软烂。打车来回40块钱，等半小时，完全不值得。香味有一点，但是被白开水冲淡了，辣味麻味完全没有，适合外地游客吃。这个怎么可能跟赵武比？四神兽最差的都比这个做的认真，小面都比这个好吃。我就说他一筐子面条丢进去，没办法控制面条软硬，我这个面条都是烂的。而且说实话，他那锅下面条的汤，糊沫飘着也很难看，还是黄的。我见过的其他店不会这样。你要说难吃，那也谈不上，
重庆小面比其他地方的面条下限很高。非要说难吃的点，就是面条太软了。附近晚上肚子饿，如果不排队，可能会来。像我这样夜里专门打车来吃，那完全一丁点必要都没。我觉得你随便去楼下找一个连锁店都比这个好吃。我这人实话实说，也没高情商发言，不想因为他生意那么好就各种吹好吃。不是因为我人好，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谎言太容易攻破，观众踩雷就觉得我傻。我以前看美食博主吹好吃，我一去就踩雷，以后就不想看了。评分等级2，普通的食材，普通的技术，标准和我吃完生意还是夸张。先避开附近这个网红连锁店，这个店锅底听说越煮越苦。来到沙坪坝小龙坎，这里有着这个世界最正宗的社区老火锅。附近还有个加盟店，别走错了，认准这个老板是自己的店。2块。满足我标准的第一个条件，火锅锅底在店里现炒，视频后面会有高清炒底料过程。鳝鱼都是在店里现杀的，死鳝鱼都丢垃圾桶。这个是我定的火锅及格客观标准，这个标准基本排除了100%重庆以外火锅店及重庆火锅连锁店。不懂的可以仔细想想对比一下，特别是底料，全部都是鲜货，除了海鲜以外，必须都是店里手工自己制作，因为重庆不靠海。重庆以外打着四川重庆火锅的店，蔬菜以外的大部分都不太符合我说的。老板让我选中辣，我一般选特辣，失误听老板的了，后面又加了不少辣椒。鸭血我从来不吃坨坨鸭血，我只吃鲜鸭血，必须冷锅就放好。重庆火锅大火烧开以后，全程小火煮才正宗，吃2个小时基本不加白汤，不会煮干的。后面放一个我吃过 YouTube 几百万播放，你们可以搜重庆社区老火锅的食物，对比一下鸡胗和肥肠，那个完全下不去筷子，全是冰冻成那样子，吓死人。不谈口味，谈了我告诉你很脏很难吃，我只吃了1口你不信，因为这个没办法证明。就对比下菜的品相，有眼睛都能看得出来差距。土火锅的肥肠都是店里阿姨制作，没用的工厂货和冻品，价格稍微比重庆其他贵点。只谈食材，我在重庆小店找不出比它干净新鲜的。肥肠、鸡爪、牛肉这些卤菜，中国随便可以买工厂半成品或者冻起来很久的。我今天是拍视频，正宗吃法是直接吃老板自己炼的特制菜油，不是很好看。这种工厂油没啥香味，随便吃下没毛病。重庆厉害点的都是吃自己炼的菜油。吃重庆火锅全程小火，煮得久的可以先放旁边慢慢煮。这个是正宗的水牛新鲜毛肚，跟你们平时火锅店吃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外地吃不到，重庆很多店都没，成本高，比较厚，特别脆，刺很长，而且这个颜色是有点蓝色，我一般一个人能吃2份，太顶了。火比较小，多涮几秒没关系。他们家的火锅偏淡口，越煮辣椒味就越出来，完全不咸，越煮越香，不会有那种厚重的口感。刚开始觉得普通，但是时间久了就忘不了。漂亮吧？很厚，而且刺很尖。他家毛肚顶中顶，特别脆，口感厚，你吃过就懂了。
有的人觉得他家咸味不够，还要加盐。我觉得正好，不咸不淡。这个世界所有真正好吃新鲜的东西，一定都是不咸的，也不会淡。我视频为什么喜欢放吃饭全过程？因为不是全过程根本尝不出来味道，只尝一口尝不出来味道。很多东西第一口好吃，吃完就不想第二次了。很多博主也不是真吃，为了拍视频而拍视频，我只是记录下我平时吃饭的真实过程。没人看也无所谓，不靠这个赚钱，只是觉得全世界吃那么多不记录下忘了。我喜欢对比分析唠嗑，不爱听也无所谓，自己爽就行了，你们能学到东西更好。土火锅的底料都是在自己店里每几天炒一次的。蛋炒饭是我喜欢的，只放盐，我不喜欢那种加很多调料的。颗粒分明的米饭，加上葱和鸡蛋的香味，炒得好的够了。我不喜欢酱油、蚝油一大堆放进去，那样更没味道，只有调料味。看我视频的都知道，我吃辣的菜系都是特辣，我是重口味，我都不吃工厂生产那些没味道的调料重口味。我只吃新鲜，每个店老板自己挑的特殊辣椒，自己炒的辣椒油的辣味或者新鲜辣椒。油我也只吃猪油或者自己炼的菜籽油。我是重口味，但只吃天然重口味。我反正不要酱油啊！一大堆五香粉、酱油、蚝油丢进去炒饭里，根本没香味，只有鲜味。所以我吃任何店，我从来不加桌子上的瓶装调料，加了更容易破坏味道。如果做的难吃的店或者连锁店，加点确实能盖住难吃的味道。纯天然做的好吃的店就没必要加任何后加的瓶装调料，可以加新鲜的调料。里面有一点点脆口的榨菜，细节有了，好吃，粒粒分明，鸡蛋香味足。来，开始搞鹅肠，这个是鲜鹅肠，不是鸭肠假冒的，没添加剂的。我平时不太吃这玩意儿，假的太多了，假的鸭肠煮了会缩紧，不好吃。我想和鸭肠啊，一吃就吃得出来。好吃，很新鲜，脆爽，没腥味。吃鲜货的本质不是为了健康，是鲜货更好吃，没怪味。鲜货的口感是科技狠活比不了的，前提是你吃的是做得好的鲜货。处理技术太菜，很多家里做饭确实没科技狠活连锁店第一口感好吃。我现在吃太多了，连锁店科技狠活，我第一口都觉得不好吃。我这个视频是还有第二天吃的补充版，我连续吃了2天这家店。来自重庆不容易，一年吃不了几次火锅。来重庆以前我是不喜欢吃火锅的，我对我吃的这些店都没感情，很多我经常吃的店不好吃，我再也不去了。我来吃无数次这家火锅，是因为按我的标准我真的没选择，不是我对它有感情。我说这个话不是因为我冰冷无情，是因为我告诉大家我真实的想法。我吃过好几年的江湖菜另一家顶中顶的店，以后我可能不去了，老板厨师团队调整了，后面视频会发那家店的。以前味道确实厉害，现在也行，只是不是选无可选。社会上你好好做生意，我的情感就停留在希望你能一直做好，给你建议。如果只想赚快钱，我们消费者肯定马上离开，没必要跟一个店绑定感情。也不存在永远好吃的店，人都会做累，换代也保持不住味道。我也只能保证我吃这个时候店的味道没变，太久不保证。我做视频就相信你们去吃，肯定不能让你们踩雷。我一般不吃火锅腰片，涮太短了，我都怕没熟。
我觉得有点腰花味，吃不太惯。但是看400万抖音粉丝网红火锅车手就是那人评论这个店分店的腰片，他说是最好的鲜货，没泡发过上过科技的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他只吃过这个店的分店，他没吃过总店。来搞鲜鸭血吃，这玩意儿是重庆火锅的精髓。现在重庆以外的地方也有鲜鸭血了，嫩到筷子根本夹不起来。不行，还是得找个勺子吃。这个鸭血是真的好吃，我一个人都能吃一整份，完全没腥味。之前自助盒饭那个猪血腥味太重了，完全吃不成，这个鸭血就不会。做视频的时候已经离开重庆了，太想念这家火锅的味道了。重庆人太幸福，外地基本吃不到正宗火锅，底料没可能去帮你炒。这个鸭血太爽了，任何菜系都没办法比那种嫩滑香味足的鸭血，无敌了。肥肠也不错，是鲜货做的。这超大块鸭血，顶中顶。来个超级千层肚盖饭，超爽。味道就是全国一样的千层肚，但是辣油绝，开始有点辣味了，非常舒服。我说不辣只是我个人标准，旁边几桌重庆人都只吃微辣。大家可以学我这样吃千层肚，特别舒服。鸡胗、菌花，这个也是重庆必吃，没腥味，口感很厚，特别爽。老肉片，这个也是顶中顶，不过有点肥，不喜欢的人别点。他们家老肉片自己全手工制作，然后冻起来固定形状，不算冻货。你可以理解成日料里叉烧的重庆火锅版本，很舒服，很好吃，火锅车手最爱。又来顶的了，泡泡豆干，绝对的重庆特色，外地吃不到。我好像说错了，新开的二火锅上海分店好像有。鹌鹑蛋没超市那种涩味，好吃，我喜欢点。这个泡泡豆干如果你们吃，先在边上煮，吃的时候在中间煮，一会儿再吃会更好，发泡起来更好吃。我现在年龄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很多怎么吃1年不吃都忘了。辣味开始上来了，开始爽了。他们家火锅是越煮越好吃。火锅不是比刚开始谁惊艳，是比煮的越久味道不变才好吃。你们可以全程看一下，这个火锅除了刚开始，没加过一滴水或者是汤。肥肠就是重庆正常的味道，喜欢肥肠的可以点，算处理干净的。他家肥肠的好处就是比半成品嫩，不会像半成品肥肠那么咸。吃重庆火锅肯定要点趴牛肉。这块应该是牛腩，味道还可以，感觉这个价格不可能是鲜货，但没腥味，还挺香的。点了个冰汤圆，味道一般，红糖味有点重，手工没做好就还不如半成品。现在开始加速吃了，一次把一个品类全部下完。鹅肠还是好吃，比较脆，辣椒油上来了，更好吃了。
鸡爪都忘记了，他这个鸡爪也是自己卤的。火锅这个东西很费人工，感觉现在年轻人不太可能从事那么繁重的工作了。卤的东西自己做，不用工厂货，锅底自己炒，这个等于工时乘以2-3倍。我是真的拍自己吃的饭，炒饭不能少，不然不好吃。黄喉超级大，超级脆，他们家黄喉很舒服。虾滑拉了，这个能接受半成品，没上海、苏州的半成品虾滑好吃。鸡爪好吃，很趴，新鲜。贡菜丸子太嫩了，我在想是不是没熟，再煮煮吧。这个美女下贡菜丸子厉害，都抹火锅底油，这样不容易散开。总结一下，他们火锅属于正宗的重庆火锅，锅底没几天自己做，超过重庆以外所有火锅店跟大部分重庆的同行。食材的新鲜干净程度在这种社区破店来说算第一档了。重庆整体餐饮卫生水平在全国都算差的，这个客观讲。一牛杂老鼠火锅，第一口比它味道惊艳的没它耐吃，干净卫生，跟它一样干净卫生的没它社区正宗。综上客观分析加我主观口味，土火锅是我目前吃过最顶的火锅。评分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喝个重庆本地的可乐，老板送的，6块有点贵，没搞懂为什么。我吃完以后，老板每天都在自己店里吃自己的火锅，把客人剩下的菜吃完。锅底跟我们吃的也是一样的，只要你吃到晚上11点，你都能看到，说明很干净。我真正川渝人吃什么？我一个人吃了4菜1汤没浪费，炫了5碗米饭快撑死。好像我在川渝不太看到有人吃麻婆豆腐、毛血旺、回锅肉这些东西吧，除了游客店。99牛肉馆，这个店属于便宜的下饭菜类型的正宗川菜，环境差点，但是食材新鲜干净。别走错了，他家特别有名，很多模仿店1公里之内都有个假的名字一样的。我一个人点了5个菜，全部加起来150块。那就来吃吃看真正川菜味道如何，是不是跟你们吃的样子不一样？这个牛肉汤老板给我小份的，因为我一个人点太多了，只要20，我怕他亏本。太淡了，完全没放盐巴，不过牛肉新鲜的，让我感到怀疑。这个价格用鲜肉。红烧牛蹄筋，这个好像也是40块吧，老板非要我点，我怕踩雷。牛筋火候可以，但是在牛筋的气味处理上达不到我的标准，有点牛筋那种味道，勉强能接受。牛筋那个腥味很淡，牛筋我只吃瘦肉上带的，这种全是一个牛筋的我不吃。喜欢的人可能喜欢吧，我只是把我吃到的所有短板都客观的描述出来。白芸豆牛肉好吃，白芸豆很趴烂，牛肉火候也可以，就是没放盐。老板娘跟我说不放盐才鲜美，我觉得不是，还是要有点盐。尖椒炒牛肉，这个价位用鲜牛肉顶中顶了。
泡菜炒牛肉，招牌菜必点。腰干合炒是真正重庆必点的菜，或者火爆双脆，相当好吃。尖椒牛肉，牛肉抓的粉不算多，重庆平均抓粉太多就不好吃了。它的米饭也属于下饭菜里做得好的，颗粒分明的那种。泡菜牛肉超级好吃，很下饭，不过酸也不过咸，牛肉很新鲜，这道菜很绝。它这个菜不是有什么夸张的味道，主要是这个价位食材新鲜度搭配火候计算精妙。猪肝还不错，很嫩没腥味，这个价位的水平来说可以。泡菜牛肉味道不夸张，但是这个价位能做到水平一样的，我没吃过。我只是说重庆，没说一些小地方，小地方这个价位也有差不多的。腰花有一点脏气味，刚好勉强到了能接受的及格线，处理的时候菜了一点。这家店我来之前感觉肯定踩雷，大众点评必吃榜大部分都踩雷，而且看着骂的特别多。我来这条路上明白了，因为附近有一些玩文字游戏的高仿，名字叫的差不多，菜单一模一样，大部分人很容易吃了踩雷，然后搜这个名字骂这家店。这家店也不能完全盲点，招牌菜还可以，腰花和牛蹄筋我感觉菜了点。我吃这个店刚开始尝的时候，觉得水平一般，很多店都能做到这个味道。吃着吃着才发现停不下来，而且很下饭。我一个人基本把超大碗吃完了，而且我做视频的时候还想去吃第二次，说明它耐吃，怪不得很多人爬山去吃。我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东西好不好吃，不是第一口就能尝出来的。当然第一口难吃的那肯定就难吃没问题，有些味道普通的越吃越好吃，甚至还想去第二次。有些好吃的只是前几口好吃，吃几口就饱了，第二次根本不想。所以如果下定义一个店好吃，必须完整吃完一个套餐再评论，这样相对稳一点。我自己当观众的时候，觉得很多美食博主挺菜的，完全不懂好不好吃。每个东西只是尝一口就开始评论了，都没完整吃完一个套餐，第一口就难吃，下定义难吃，那行，因为难吃的再也不可能吃出好吃来。这个腰花也不是很腥，就一点淡淡的腰花味道，我吃多了这家是能接受的，只是它有问题我肯定不能隐瞒，不然大家去吃了吃出问题觉得我菜。与其保护店家吹店家好吃，我选择保护我自己客观理性的人设。拍视频还是影响吃饭，速度有点慢，有点要凉掉了。我同样发现这家店不热着，味道也没变，说明是真材实料，水平还可以。这清炖牛肉那么大的肉量，鲜牛肉现木板20块，部位肯定没办法跟牛腩比，这一份如果是50到60块，我觉得超为能正常点。直接泡菜牛肉拌饭，你们听到我扒饭的声音吧？这家店下饭菜确实爽。这样吃真的是舒服，我下次去重庆还会去。真正重庆本地人吃的川菜就是这样，根本不是我们在上海连锁店吃的那些。麻婆豆腐那些东西，好像我在四川、重庆不怎么吃，也没点过，只见过成都那些游客店点这些菜比较多。
牛筋拌饭这个吃法也挺爽的。我感觉重庆这边口味也不是重油、重盐、重辣，真正本地人吃的很正常。毛血旺那种菜，我好像看到的也并不多，没几个人吃。如果牛筋爱好者像我这样炫米饭和牛筋，那不是爽疯了。我觉得我拍这个视频比孤独美食家五郎吃的香多了，比他吃的饭量也多。看看这个拌饭啥水平。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这种炖的趴烂的芸豆，我挺爱吃的，真的太爽了。我看着这个视频都出去吃了个烧烤又回来了。下次给你们拍下那个烧烤，我吃了1年，味道算稳定，下次就拍上海凌晨吃什么。是个云南烧烤，剧透下很正宗，也不能盲点，冰箱里也有半成品，我只吃手串的。我上一个上海爱吃的烧烤，云南烧烤是10年前的潘小烧，以前很小的店，现在外滩都开得很大了。我现在不吃了，变成连锁店了。评分等级4，2颗星，少调料无腌制的川渝烧烤吧。前几年川渝烧烤半成品太多，这几年流行打鲜货烧烤，其他地区不常见。这个店火锅车手推荐说很新鲜，目前看挺新鲜，肉的光泽度都很好，都很红，除了我箭头指的那一块肉。鸡胗基本都是冻货，我1点多来的，烧烤基本都卖完了，应该不是剩下的。只能说串时候没丢掉这块本来就不好的鸡胗，可能是疏忽大意。我现在才去查了下价格，一串5到6块，在重庆应该算贵，食材应该还不错。这家店的串看着基本都没腌制过，肉的颜色也不错。目前我点的应该都没半成品。除了鸡胗是冻货能接受，其他应该都是鲜货。鸡胗应该买不到鲜货。新鲜手川牛肉串，味道不错，纯瘦肉，没腌制过，调料不多，不算咸，虽然有点柴，但很好吃。蒸牛肉，鸡胗菌花，好吃，完全没腥味。重庆一定要吃菌花，厚实，口感好，脆得很。刚才我说鸡胗只有冻货，是这个价位只有冻货。东京烧鸟鸡胗是鲜货，但是要现拆鸡，国内烤串不太可能。小肥牛肉好吃，不是那种袋装半成品。新鲜手川猪肉串也好吃，带点肥的，很香，这个想追加。我是真的很喜欢重庆的菌花，我后面把店里剩下的都追加完了。反正跟上海比，烧烤太便宜，上海烧烤大部分半成品。除了新疆烧烤以外，上海我也只发现一家勉强能吃的。如果你严格要求必须手川，没有供应链的货，都是店里买了的肉，自己从鲜肉开始做。那上海基本100%连锁店都不达标，小店大部分也是半成品，除带膻味的羊肉。这个小牛肉串就是要一次吃1把才过瘾。个人觉得他们家猪肉串比牛肉串更好吃，牛肉串瘦了点。
这个好像不是我点的鸡蛋，是个脑花，我不太吃脑花，老板上错了，退掉。尝了一口，味道不错的，没腥味，喜欢的可以点。这个小瓜很好吃，水灵灵的，一咬就爆汁，香甜。我喜欢吃这种孜然味、调料味不重的烧烤，那种往烧烤上撒一大把调料的我不太爱吃。这家烧烤总体来说口味不算太重，能吃到食材的肉味，还是可以的。外地的可以来试试。掌中宝，它这个掌中宝跟上海的不太一样，吃着不像冻货半成品，肉的含量也很多。这样的半成品掌中宝我没见过，上海那些半成品我一看就知道。就剩下2串了，我想追加但是没有了，可惜了。中国烧烤就是爽，价格实惠，可以吃到撑。东京那些吃的太少了。厚豆皮，重庆特色，外地吃不到这个口感的。好吃，很厚实，很香，口感好，中间还有榨菜，这个也挺不错，就是我现在肚子太撑了。这个豆干真的爽，出了重庆会想念。中间有榨菜葱，小心思到位了。烤鸡蛋，这个是溏心蛋了吧？还可以，不是很喜欢，调料稍微多了一点。又追加的排骨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肥瘦相间，鲜货，用的精肋排。鸡全翅，现在烤鸡全翅很少了。好吃，肉香，国内吃烧烤比国外实惠太多了。这个排骨真的好吃，就是我现在种植牙，不太方便，也是店里剩的最后一串了。国内现在烧烤环境很差，基本都是连锁店。串虽然一部分也是手工穿的，但是很多工厂腌制生产，要不然就是不太新鲜。现在烧烤小店大部分都很差，很多跑业务半成品，价格太低，挡不住诱惑。吃个烧烤精选一下，挺难的，还不谈口味。当然我说的是大城市，小城市好的还是挺多的。烧烤当天菜场买，店里洗，现穿，自己做腌料，稍微腌一下，这种现在很少。也不是说半成品不健康，主要是不太好吃，有些腥味太重，要不调料味太重，没肉味了。这家店不错的，我没有浪费一串，虽然肚子很饱，可是有个缺点，就是这个店只开了两年，这样容易不稳定。现在味道可以，时间长了不清楚。希望它能保持味道。大家以后如果来看一下大众点评的差评，有没有人说它不新鲜？没有的话就可以来。评分等级4，2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正宗的技术。还有个缺点就是有点油。我以前吃过那个网红解放碑附近大正商场凉拌菜自助盒饭，说实话不好吃，除了咸味没任何味道。自助盒饭要注意咸不咸。东西都是现炒的，看着没半成品。上海是现炒，但很多是半成品现炒。
哎，我11点多来的，感觉来晚了。第一波菜大部分没了。炒菜的风格还不错，是我喜欢没勾芡，不是汤汁泡着的风格。来重庆一定要吃四川豆干，口感很弹，外地吃不到。我这个吃播完全没水分，全吃了都拍了。烧白肥的地方很嫩不油腻，烧的好吃，感觉不是预制菜。国内大部分梅菜扣肉都是预制菜，5块1包半斤那种，吃的时候注意一下。我才发现还有猪耳朵，好吃，亏了，当时没多打点，再去就没有了。这个粉丝虽然粘在一起了，但是味道不错的，很弹不烂。重点来了，这家店不咸，味道入味的，但是口感比较清爽，在低价自助算不错的。土豆好吃，切的不厚不薄，入味比较糯，已经炒软了，我非常爱吃这样的。这个老豆腐不是很好吃，有点咸，其他味道就是老豆腐。这些肉丝都是上了粉的，我也不太爱吃，重庆人都喜欢这样炒菜。不过吃点还行，也不是经常吃，肉用的在这个价位不错的。吃自助餐就是要炫米饭，只考虑吃回本，那样吃的不开心。瘦的部位太多了，有点柴，还是肥的带皮的好吃，一会儿再去加点。如果烧白不是预制菜的话，那这餐感觉老板亏了，我还没放开吃。可乐他卖的贵点3块5，没事，这个时候给他赚点钱，我怕他亏。我回去看视频，好像很多招牌菜我都没吃到。味道属于在云贵川来说，找个这样的味道的快餐不难。其他省份的话，我吃过这个价位快餐都没这个好吃，可以来试试。湖南、湖北、江西消费好像挺高的，这个价位快餐偷工减料特别严重，江浙沪就更别提了。东北自助快餐质量好的也不太多，很多很咸，而且有些肉南方吃不惯。东北有一家我吃的还可以，比这个便宜13块，以后去讲讲。上海那些什么叉米先生那些称重量的，不想多评论，大部分半成品，咸死，而且油，吃完特别难受。老板对不起了，又加了一波菜。红椒还可以，挺脆的。米饭不够，又加了好多米饭。豆腐皮一般，这个是在毛血旺里的。不知道是猪血还是鸭血，味道一般，有点血味。我平时不喜欢吃烤肉自助、海鲜自助，那些操作空间太大，东西问题很多。我觉得盒饭自助虽然便宜，但比那些好吃。盒饭自助用心找找，云贵川还是有能吃的。这个烧白带肥的味道还可以。我又找了一家号称天花板的自助盒饭，但是最近可能没空了，下次再去吃吧。这个味道虽然在重庆只能算一般，但是在上海川菜炒菜味道都没这个好。大城市还是连锁店割韭菜的太多了。这个烧白我加了很多，吃着也不腻，老板对不起。
拍摄吃饭太不方便，下次我来不拍摄吃。酸辣鸡杂味道一般，好像没腥味，但是泡椒不太入味。太复杂的菜可能还是不能点，毕竟价格在这里。鱼我就不敢点，感觉在这个价位还能吃上鱼，我怕有腥味。这个豆腐是不太好吃，太咸了，我都是实话实说。猪肉品质都还可以，口感味道不像冻肉，处理的比较好。豆芽好吃的，脆，水分足，没有过多的调味。可惜上海没有这样的地方，不然一天来这个店里吃一顿饭，一天也不用吃饭了。我在上海吃的快餐基本都卡痰，目前我晚上做视频都没有卡痰。最重要，味道还没这个好，这个也不是说多好吃，就是家常小炒炒得好的那种，可能比去很多卫生不好的小破店，还不如吃这个更便宜。这个土豆是真好吃，没过多调味，但是入味，而且炒趴了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所有里面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土豆，像这样土豆和肉一起，也是完美搭配，舒服，无限吃。后面我还会做这样自助盒饭的视频，因为有好吃的自助盒饭，不是只因为便宜。但是像上海那些日料放题、海鲜自助，那我永远不会做视频。我陪朋友去吃的基本都是不新鲜或者腥味重，是真的吃不来。我又去加了一锅菜，目前加起来可能20几个菜，3盆饭。老板会不会亏本？我这样是不是太不地道了？但确实味道还行。这个烧白太大块了，不像预制菜，老板亏不亏？但是网上营销号说容易断开的是合成肉预制菜，瘦的没带点皮和肥的好吃，我也不喜欢吃纯瘦肉纯肥的。这个烧白我加的太多了，完全炫不完。最后还有个红烧鸡没吃上，大家以后来可以多做一会儿，菜很多没放出来。总结一下，这个小店就属于口味偏食材偏原味，不是那种重盐重油你们印象中的川菜，比较偏西南这里的家常菜，蔬菜都做得非常好，肉一半不错，一半可能不行。如果非要算性价比，除非你饭量大，不然17块可能吃不回本也没毛病。但是可以多个选择，也能吃的品类丰富些，还是性价比高自由的选择。云贵川的朋友可能没必要专门前往，其他地方的可以去试试，还是不错的。也算在旅游里又能省钱，还能吃到地方特色，多几个菜不错的选择。饱饱的吃一顿，然后一天可以不吃了。还有最后一小口饭，别浪费，吃这种自助餐别浪费。评分等级3，一颗星，真正江湖菜食材正宗的技术。这个店在南山重游大学门口，记住吃重庆菜远离解放碑景区。
我刚开门的时候来的，还没到饭点。价格会比重庆小脏店贵点，但是友好，食材新鲜。这个店不是连锁店，名字有点像，就一个分店。他这个店我吃好几年了，以前名字不叫这个。老板说可以拍尖椒鸡的过程，很大方。一看这个鸡就是新鲜的，不是那种腌制好一大堆直接炒的。为什么我说一些连锁店现炒的是半成品？因为那些是工厂腌制好发店里直接下锅的。那会不会抢你这边的生意？不会。我那个叫啥？我没吃出来你这个有。我开这个店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做，一直跟着我在做的。反正你师傅一定不能蒸。味道偏干香，有点麻，这样炒鸡肉比较好吃，传统江湖菜的味道。还点了尖椒兔、腰干合炒姜丝鸭，都点真正的川菜江湖菜给大家看看。重庆菜叫江湖菜。猪肝比较嫩，没腥味，味道不错，不过有个缺点，粉微微上厚了一点点。兔子超级好吃，比我在成都吃的那些自贡兔好吃。好吃的点是没那些嫩的那么假。吃过自贡炒兔子的都知道，很多嫩的有点夸张，不太爱吃那样的。腰花稍微还是有点腰子的味道，但谈不上骚，还可以。
辣椒都是带虎皮的了，炒的功力还可以，但是稍微有点深。他们家就属于真正传统的江湖菜，环境干净卫生，油相对比较好。大家也看到鸡肉是新鲜现抓的，都没腌制过，不是半成品供应链下锅直接炒。姜炒鸭子来了，它的这个鸭子比鸡好吃，特别香，一点鸭骚味都没，肉质很弹。推荐大家来点这个鸭子，别点鸡，尖椒鸡吃太多了，发挥中规中矩，还比较辣，比较麻。莴笋火候很好，配着猪肝吃很不错，炒得不烂不生，刚好。它的米饭真的也是我爱吃的，颗粒分明，很好下饭。我是不喜欢吃烂饭。他们家以前味道比较惊艳，很有灵性，现在改名以后味道普通了一点。但绝对比我在重庆吃过所谓70%的江湖菜要好吃太多了。东西新鲜，炒菜规矩，很正宗传统，就不知道为什么跟以前比少了点灵性。但还是比较推荐来的，在大学附近生意好的店，味道都不会差。老板也是个吃货，给我推荐了不少店，99牛肉馆也是他推荐我的。吃江湖菜不要去解放碑那些景区附近吃，那些都是游客吃的，你们打个车过来也就20块。吃川菜教大家一些必须注意的点。说实话，整体川菜的卫生程度比其他菜稍微要低一点。这个炒菜的底油特别重要，我吃过很多川菜的小脏店，底油都很垃圾。也有好的99牛肉馆勉强及格，地沟油肯定没有的，但是有的店会用复炸多次的油。我吃有的小脏店的油会吃出鱼腥味或者其他杂味，这家店用的菜籽油不错的，能吃出来没有其他的杂味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食材新不新鲜，洗得干不干净。假设满足我说的这几点，炒的方法传统，不是半成品，那味道应该就还可以。川菜这东西也不是满街都好吃，吃的细腻点也不好找，只是下限稍微高一点。今天实在吃不完了，基本都要打包，量大的离谱。他家食材用的都挺好的，打包放一放也很好吃。你们发现我很多店都不打包吧？这一桌够6个人吃，买优惠券大概200块，还是挺便宜的。评分等级4，新鲜的食材，正宗的技术。以前是3颗星的水平，